开始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3位老师，现场的24位女嘉宾，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熊一斌，今年27岁，来自武汉。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是个小太阳。解释一下小太阳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小太阳，我觉得是一个热心，然后生活中一些不动声色来帮助别人的人。然后其实我生活中也是一个这样的人。比如说我最近在科研生活中，遇到了一个小学弟，然后他的毕业论文遇到了困难，我会主动的跟他分享一下实验的一些思路、一些流程，技术方法上的一些交流。一听就是学霸，在科研生活当中。15号，男嘉宾你好，我其实小时候有个外号就叫小太阳，因为我名字里面有10个太阳，就是旭就是9个太阳嘛。哦。然后我觉得我生活中也是你说的那种比较善良、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但是我又是个社恐，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特别热情，我会默默的去帮助他。对，我就是觉得这种是那种不动声色的一个善良。哦，他就喜欢社恐的小太阳，因为不动声色的发光发热。好，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未来的规划里没有你。郑琦。男嘉宾你好，因为我平时也是一个很喜欢做规划的人，但是如果说你的规划跟对方的规划有了冲突之后，你会怎么处理呢？首先会相互协商吧，然后根据这个事情的一个轻重缓急来判断。我们来看大屏。这是我也是一些近期的或者一些长远的一些计划，因为我现在其实是在武汉大学上学。哎呀，优秀。然后武汉大学也是号称全国最美大学嘛，我想带你一块儿去看樱花，然后去宁波门看一次日出。好美。是。这个是武汉大学的霍格沃兹图书馆。很西式的风格。对，这一座是去年刚刚建成的新馆，它看起来不大，但是里面所有的馆藏书籍全是武大人写的。下面这个是我们学校旁边的一个宁波门，它很适合这个情侣一起去看日出。但是我看男嘉宾那些安排里面，生活这个里面，我看好多还是学习和身体上，还有锻炼，还有去跳伞呢。还有舞蹈。就是最近在武大会举办一个街舞的一个专场晚会。你会跳街舞啊？对，就是一个业余的爱好，然后一直也在坚持。好，先开片子。宇宙浩然气，久以明星匹。从古至今，人类无数次仰望星空，但如今，遥感卫星就像空中的一双眼睛，凝视着地球，探索着这颗蓝色星球的秘密和真相。我是熊一斌，今年27岁，本科毕业于中南大学，硕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为了接触最顶尖的科学，我成为了学科领域排名世界第1的武汉大学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的在读博士生。严谨数据的背后隐藏着地球的浪漫，在我眼里，卫星就像诗人的笔，细腻又准确地捕捉着每一寸地球色彩。6篇 SCI 论文，4项专利都和灾害遥感监测有关。希望在未来，我们遥感人可以为祖国发展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技术保障。现在我所研究的遥感图像生成方向，也会经常和人工智能进行对话。有时候我也好奇，他们会如何解答人类的情感问题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和 AI 谈一场赛博恋爱呢？都说每所大学会有自己独特的气质，我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像武大一样浪漫、自由、洒脱。哎，怎么不动呢？动起来就对了，随时随地放肆舞动是我的 tempo。滑板、蹦极、徒步、健身、旅行，这些都是我肆意分泌多巴胺的方式。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是西藏自驾游，我攀登了珠峰，在大本营看到了银河，但是很遗憾，这些旅程都缺了一个你。所以你看，月亮已经被我约出来了，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看呢？最后一句话给我感觉是月亮我都约出来了，妹子还没约出来。14号。男嘉宾你好，我觉得你的专业就是你描述的好厉害，然后可以用就是我们通俗易懂一点的方式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好的，其实遥感这个专业，它的顾名思义就是遥远的感知。通俗的理解可以是外太空的一双眼睛来对地球拍照片的这样一个过程。哇哦！有没有照片给我们分享一下？有的。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祖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的一些风采，比如说嘉陵江绿，对吧？大家可能就会更直观地感受到这种色彩的冲击力。我冒昧的问一下，那是我的故乡嘉陵江，真的是这个色儿吗？对的，它这个遥感的图像呢，它可能会经过了一些增强的一些处理，在这个不同的一些季节，可能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呈现这个色彩。哇！张掖的这个七彩丹霞，我都去过，但是没有从这个高空看过。哇！盘锦这个地方颜色真的非常壮观。遥感科学它不仅是一种科学，更是一种浪漫吧，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不知道这些地方有没有人去过？报告，我都去过。哇！这多少距离啊？就是大概在500千米的一个高空。哦。对。这个是一个国内和国外的一个对比，可以看到它这个自然地理特征的一个区别。伏尔加河我是坐过几天的船，但是这个角度完全是不可能经历过的。对。所以有的时候科学带给我们的有属于科学的这种浪漫。对对对。我想起一句话，玩摄影人大概都听过，那句话叫“你拍的不够好，主要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看了那组照片，你可以把这句话反过来说，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远。对，只要远或者特别近，你就会发现美。这个在爱情关系也是可以这样的。当你一个人有冲突的时候，你可以离得更远的地方去看看他，他是怎么样成长的，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或者你更微观的看他，你不要去想他在说什么，他在攻击你，不要，你就看他的表情。就是你真的走进去，或者这个拉出来，宏观和微观都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种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谈恋爱的一种方法。刚才片子里边有一句话，要跟 AI 谈一个叫什么来着？赛博恋爱。因为我的专业和 AI 相关嘛，就是也会去尝试一下和 AI 进行一个这种关于感情上的一个对话。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理工男，可能是没有那么浪漫，我就可能尝试让 AI 去写一首情诗，来送给可能未来的女嘉宾。在你眼中闪烁的星光，是我心中永不熄灭的爱情之光。绝对是 AI 写的，嗯。在你身边，我感觉无比的温暖，就像那温柔的春风吹拂着我的脸庞。啊，你右边是继续在对，就是对他进行了一个强化学习。我就是告诉他用徐志摩的口吻来写诗，就可能更加有诗意一点。这有点为难徐志摩了，说实话，这个。3号，男嘉宾你好，我也是平时会喜欢问我们家那个
Siri， 我说世界上最美的女孩子是谁？这不是魔镜回答的话吗？对，我想看一下，就是魔镜会回答问题，肯定就是说世界上最美的人是你，但是他跟我说，这个问题是个陷阱。我觉得作为一个有骨气的 Siri， 应该说肯定不是你。可能被我骂怕了。贾小蛋，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小度，它确实给我生活带来了挺多方便的，就是比如说我让小度关灯，小度播放一个音乐，但是它就是被我妈拿去用了几天之后，我再让它小度放一首歌，它放的就全都是那种我妈爱听的歌了。对，它这个已经把你的一些使用习惯给记录下来了，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训练的一个过程，已经成为你专属的一个 AI 的工具了。对。哎，你刚才说有一个什么才艺要展示的？就是街舞。来。哇！哇！哇！学霸 breaking 哇！但这一款确实是稀缺的。这高校里博士里面学霸很多。会跳舞，街舞学霸不常见，不常见。2号啊，男嘉宾你好，我也是跳街舞的。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最近在准备那个武汉大学的街舞社周年庆是吗？对对对。我也在准备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周年庆。哎呦，哇！那你出来跳一下，我们看看呢？可以。Damn you, I feel nothing, don't need anything. We just go ha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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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好厉害！ We just go hard. 哇，厉害！然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一般做科研的话，就是可能时间会比较长嘛，然后工作量也比较大，那你怎么平衡就是科研跟你的还有跳舞啊各种爱好啊之类的？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有规划的人，所以这个科研生活和平时的这些东西我都是可以区分开的。比如说我可能1、3、5晚上我会去健身，然后周末的话我可能会上舞蹈课。对。谢谢。你博士念完以后的工作方向大概是？我可能和陈明老师一样，也希望能够成为一名高校教师，或者去科研单位继续科研的工作。吓我一跳，他说我希望和陈明老师一样，我以为到《非诚勿扰》来的。但是他所在的那个专业根本不愁找工作。那当然，就是抢。哇哦！武汉大学的遥感专业连续第6年全球第1。当之无愧的王牌专业。看下一条。遥感卫星始终围绕着蓝色星球旋转，那一刻，我希望它是我的地球。要不要一起坐过山车？太陪我啊！就这样，在每一个我努力靠向他的转弯，在每一次他似乎想要握住我手的瞬间，我才知道，第一眼就心动的人真的没有办法只做朋友。恋爱中，我算是个主动的人吧，会为了见他一眼绕遍整个校园，会提前规划好旅行的所有安排，会悄悄准备专属于他的浪漫。我觉得男生就该主动一点。但校园爱情终究要面对现实，我们的人生规划出现了偏差。他想考上海的研究生，而我想去北京。人生阶段不同，
不确定因素太多，我们向卫星偏离的轨道渐行渐远。现在，我期待能遇到走向婚姻的爱情。我们可以在各自的轨道里，用舒适的恋爱节奏互相了解。期待我们可以随时互相分享喜怒哀乐。希望我们的相遇是繁星，是晚霞，是心跳，是无可替代。他的表达是属于他的个性，我们的爱情就像卫星偏离了轨道。赵晴，男嘉宾你好，我了解到你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学霸，然后我就会想，你会不会已经对你的另一半有一个框架的预想，就是你选择另一半，你的标准会是什么样子呀？因为我一直在那个校园里，所以对于爱情，我感觉还比较看感觉了，我觉得。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我觉得可能还是寻找那种心动的感觉吧。好的，谢谢。15号。男嘉宾，你刚才在 VCR 里提到了你跟你前女友是因为两个人的目标不同，所以分开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像我这种已经在工作的和你现在还在上学，你要怎么去平衡我们这个不同阶段的关系呢？其实我之前也是找过工作的，所以实习过，了解这种工作的节奏，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恋爱方面，我也是有时间来去谈恋爱的。对。好的，谢谢。最后一个问题，贾小丹。男嘉宾你好，就是你有 VCR 里面说那个第一眼见到就心动的人，那个你觉得他第一眼跟你接触之后有什么出入吗？我觉得第一眼接触和之后的感觉还是比较相同的，就是没有那种偏差的。因为我之前谈过一个前男友，我也是觉得第一眼就是很喜欢他，但是接触之后他并不是那个样子的。对，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深入的了解一下他的各种性格啊、爱好啊等等。谢谢。现在留灯的是3号、14号、22号。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哇！有请3号、14号。心动女生是哪一位？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心动女生是哪一位？贾小丹。哇！自推女生是熊一斌的自推女生是2号朱天征。男生浪漫自信、温和儒雅，热爱生活，感情中希望各自的梦想来打拼，喜欢彼此环绕，都在轨道上的浪漫爱情。女生阳光开朗、聪慧知性、勇敢大胆、大气自信，感情喜欢有上进心、可以深度情感交流和陪伴的另一半。两个人都喜欢新鲜感和挑战，是一起走到世界尽头的一对恋人，供2位参考。来看女生的基本资料：付新月，1我的美味早餐，2爱尝试，3朋友眼中的我，你选一个。爱尝试。2
勇于尝试新鲜事物，不怕困难，不怕失败，希望和你一起培养一个新的爱好。贾小丹，和谐一家，我的生活，憧憬的恋爱。我的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贾小丹。我喜欢面对自己的薄弱点，我认为直面自己的缺点，克服它，才能提高自己。所以我从不会炒菜到现在爱上了烹饪，从害怕惊险刺激的运动，到勇于挑战自己的极限，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自己。这样的我，你会喜欢吗？朱天真，我的舞蹈生活，天真反差感。我的舞蹈生活。Hello， 大家好，欢迎观看天真的生活 Vlog。在工作之余呢，我是一个兼职的街舞老师，教会同学们跳一支完整的舞蹈，会让我觉得开心之余呢，还非常的有成就感。当然，我也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和演出，也收获了很多好评和不错的名次，也会在高校街舞比赛中担任裁判。然后就是我最爱的旅行啦，可以在长白山的冰天雪地里滑雪，也可以在延吉体验民俗风情，还可以在三亚的海浪中自由的冲浪，并且会在旅行的途中品尝当地的美食，有机会要和我一起去哦。谢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见吧。林小慧，我的优点，我的手工世界。当你不回信息时，当你不回信息时，如果是忙于重要的事情，哪怕是在认真打游戏，都可以先不回复。但事后及时照顾到女方的感受，也希望男方有自己健康的娱乐和生活，不要因为恋爱就放弃了爱好。来，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如果你有机会变成一个小动物，你想变成什么？付新月，我想变成一只乌龟吧。他主要是打长寿牌。贾小丹，我会想变成一只小兔子，为什么呢？因为龟兔赛跑，龟兔赛跑。哎呦，哇！来，我觉得很好。来，朱天真，你沿着这个故事往下说。我想变成一只金鱼。为什么呢？因为忘得比较快嘛，但是我可以给他俩当评委。哦。我觉得第4个最难。对。我想要变成一个刺猬，因为我把身子一缩，就会变成一个球，直接滚到终点。哦，比龟兔赛跑。那最后就看你怎么选了啊！来，我跟你说啊，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得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选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的选择是，自推女神，自推女神。我来，3位女生请回。唯一不想参加比赛的人，他留下了。对，他是一条金鱼。哦，这说明什么呢？他相信人工智能啊。对呀。龟兔在那疯狂赛跑，金鱼赢了，你这想象得到吗？来。首先我刚开始想选心动女生的时候，就想选的就是你。当时因为时间太紧张了，然后可能选错了。啊 ！Oh my god！ 首先非常不好意思，6号，你看你这个，贾小丹心碎了这。
主打的就是一个真诚。主打的是真诚。对，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作为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相关的，我也比较相信大数据的一个推荐。然后我看了你现场跳舞的视频，我觉得非常的有感染力，我也想和你一块儿排舞跳 double。哇！也非常真诚的邀请你能够来武汉大学来看我的一个表演。最后看到你的那个视频之后，就是提到了在海南冲浪，我也是一个喜欢冒险、爱极限运动的人，所以我很想请你能不能带着我一块儿去冲浪、去冒险？想请你能不能带着我一块儿去冲浪、去冒险？哇！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我也想和你一块儿排舞跳 double， 想请你能不能带着我一块儿去冲浪、去冒险？太残忍的话我只说。我想先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是比较清楚的嘛，就是我们在所有跳 breaking 的男生有一个昵称叫 B boy， 就 breaking boy。我的4任前男友都是 B boy。哇！其实我们跳舞选择一个舞种，跟个人的性格是非常相近的。就是 B boy 都是比较直给，然后也比较单纯，心思比较简单的那种。就是我们一开始都会互相吸引，但是每次到后面，我的情绪是非常敏感的。就他们很直，照顾不到我，然后每次都是我提的分手。但是这一位可能不一样，你敏感，但他遥感，他遥远的能感知到你的敏感。但是我真的对 B boy 可能就是有一点不好意思，对不起。哇！很遗憾。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非老师好，2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以及现场的各位观众晚上好。我叫裴涵，今年29岁，来自河北廊坊。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寻找零食记忆。哦，吃零食。哦，你的零食记忆是些什么玩意儿？就是因为小时候家里人可能管教比较严，所以从小吃零食吃的比较少。然后长大之后感觉可能还是失去了一些童年时候的快乐。哦，你给我们说一下有哪些属于上一个时代的零食？咪咪虾条。哟，虾条。金丝猴奶糖。对呀，好多呀。无花果丝。对对，魔法士。麦丽素。果丹皮，我小时候知道是长这个样子。哎，不对呀，咱们的这种共鸣怎么跟观众都共鸣到一起了？我们童年难道在……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70年代的，这个我小时候看的果丹皮也这样，也这样啊？他们都不进化的吗？可能流传的比较久。哎呦，这酸梅粉儿，就直接吃了哈。我们都直接往后倒，他们现在还配勺子了啊！过了20年就多了一把勺。这个吃过，我也吃过。我超爱舔那个甜的部分，上面的那个部分。对，吃完后面那个就不想吃了。对，我都是只把上面咬掉，而且会摆很多，摆在桌面上，摆很多底座。然后后面那个部分怎么办？摆着呀，好看。哦。14号。男嘉宾你好，你喜欢吃巧克力吗？我喜欢吃巧克力，我特别喜欢吃巧克力。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吃巧克力，就连那个可爱多，它下面有一段巧克力，就我上面的冰淇淋都不要吃，只吃下面一点点巧克力。
哦，老铁，你好，男嘉宾。就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粘牙糖，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那个时候我只要一放学，我就会去买，然后后来我就看牙医去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零食少吃，大家多吃点瓜果蔬菜。谢谢提醒，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吃甜食。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你介意，有时候叫我可能会听不见。为什么呢？我发现我这个人有时候在专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很难听到别人在呼唤我。这也是我朋友跟我说的，我自己也发现不了。不能同时做2件事。对，有这个问题。大脑在运作的时候，可能想这件事的时候只能想这件事，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可能也只能去听。16号。男嘉宾你好，我跟你会有同样的问题，但我不是听不见，我可能是大部分会有时候一些信息可能不能及时收到，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在忙，然后就忘记回了，这种情况你会介意吗？这个不会，这个很正常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15号。男嘉宾你好，我的情况就是我舍友发现，如果我在玩手机的时候，他问我什么问题，或者他跟我说话，我会下意识的回应他，我会说啊，真的吗？好的好的。然后后面他就开始逗我说，那你一会儿请我吃个饭，我说好，好，就这样子。他们说男朋友的回话可以敷衍到什么程度？有一个系列，你们大概有人看过吧？比如说女朋友说：“宝贝儿，我到家了。”男朋友打游戏，哦，注意安全。他说：“我都到家了，我到家要注意什么安全？”好，来看片子吧。为什么要奔跑？因为长路在那里。奔跑、跳跃、翻转、腾起，摆脱地心引力的几秒里，我感受风，感受光，感受自己。初中朋友的一句“你还挺适合跑酷的”，我开始接触这项运动。无论春夏秋冬，每天训练，15年的付出。去年我以全国第2的身份进入国家队，参加跑酷世界锦标赛。对我而言，跑酷不只是技术，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把所有的障碍当作垫脚石，向着自己的方向前进。时间会记录你的脚步。我是裴涵，一名跑酷运动员。我的人生不仅有跑酷这条主线任务，还有很多丰富有趣的支线任务。我喜欢摄影，镜头常对准城市的建筑，可能是跑酷给了我不一样的视角去欣赏它们，感受建筑的极简、秩序、幻想、流动、空间流转、光影变换。我在城市里穿梭的同时，也见证了城市的变迁发展。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的菜谱也在不停更新，蔬菜包、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各种菜系，各种口味。熟能生巧，我的厨艺完全是练出来的。小时候看我妈做饭，现在学习网上教程。未来我规划开一家自己的跑酷馆，让更多人真正认识这项运动，传递我感受到的激情畅快、热血飞扬。我就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些基本的跑酷动作吧。感觉要起飞了，是我说要起飞了吧？哇，真的，核心力量，哇，厉害厉害厉害！哇，哎，你看人动作还是 breaking 动作，但是在天上做。2号眼睛都亮了。对啊。
说 breaking 也能 fly 啊？哦。有没有女嘉宾敢于上场，挑战一下我空翻过你，我空翻过你？我是2号。2号是一位街舞的高手啊，他就从来没有人在他头顶上做过 breaking。就2号吧，2号。女嘉宾您站这个地方就可以，可以背对着我站，就这么站着就好。真的吗？天真害怕吗？而且我看那个男嘉宾高度好像比他头顶还高一块。男嘉宾这高度，胡文倩来都可以。对，24号是。你参加过的最高水平的跑酷的比赛是？世界锦标赛。这有国家队吗？现在有国家集训队，因为是非奥项目。哦。对，没有成立正式的国家队。但是不是2028年，我好像有看到这个说法，说就要纳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了。对对对，有可能现在也在申奥了。嗯。16号。男嘉宾你好。跑酷确实是一件很酷的运动项目，所以我想了解一下男嘉宾的角度，认为跑酷精神是什么样的？对于我来说，跑酷的意义在于，它是一项活在当下的运动，就是你让你的身体每一刻都处于你的控制之中，你要最后完成的那个动作，它也自然而然就完成了。我看到男嘉宾 VCR 里面说了一句，就是跑酷的运动当中，所有的障碍都是垫脚石，让我去往我想要的地方。哎，这个表述就很好，又开心，又在里边得到了快乐，有一种征服感，就可以了。金阳阳。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有点好奇，你有没有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危险，但是因为自己会跑酷这项技能嘛，然后就化险为夷的呢？刚练跑酷，几年的时候，在一个小巷子里，从侧面突然出来一辆车，但是那个车也基本是刹住了，然后当时我就下意识的做了一个跑酷动作，速过，然后就过去了。然后过去之后，我才有点害怕，这怎么差点撞着我那种感觉，变成本能反应了。好的，谢谢。刚才男嘉宾说片子里边他是跟着网络学什么来着？做饭、摄影也会学一些，也会学到一些小乐器。你们谁有哪些技能是在网络上学习到的？24号。我是通过网络学会化妆，因为我小时候都是那种男生的打扮，然后我妈也是那种特别糙的那种性格，然后当时就通过网络学习化妆。21号。男嘉宾你好，我是通过网络学会了海姆立克急救法，婴儿的那种。因为我的哥哥跟嫂子就是刚生了一个小侄子嘛，比较小心，我就怕万一吃到什么东西噎到自己，然后我就学会了那个技能，也是通过网络的小视频学到的。那这个很关键。好，看下一条。曾经有段感情，女生愿意为了我抛弃一切来到我的城市，没有工作，没有朋友，
他一直在努力适应新环境，我很爱他，也理解他的孤单。我想尽办法带他一起享受生活，和他一起骑车，收集好吃的路边摊。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但又有滋有味儿。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走下去，但是变故突如其来。当时我在外参加比赛，他发来了分手的消息。黑涵，我们分手吧。为什么？我们不是好好的吗？我对你早就没有感觉了，我已经不爱你了。我只是不忍心和你说。一股脑和我诉说了这2年的真实感受，这也是我们之前没有过的交流。我才知道他原来早就不爱我了。我很懊恼，为什么没有察觉到他更深层次的情感需求？情感中我有点慢半拍，几乎都是女生提的交往和分手。但我又很重感情，会为了关系的发展做出自己的改变。一旦投入，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走出来。经历这几段感情，变得没有那么固执了吧，然后不那么爱钻牛角尖了，也变得更勇于说出自己的内心真实感受。确实好像完全不一样，就是基本就不是我自己了。挺好的呀，我就是现在自己就挺好。之前分手之后可能会比较压抑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真实感受，学会了一项新技能——哭，也算是更勇敢了吧，更能就是直面自己的内心感受。希望未来的她是一个开朗爱笑的女生，每天起床看到她的身影，嘴角就会上扬。最重要的不只是你情我愿，更是你知我想。15号。男嘉宾你好，我看你 VCR 里有提到说你前女友打电话告诉你说，她不爱你这个事情，我想说一下我自己的感情的观点吧。就是我是一个，如果在一起的话，我就会告诉你我喜欢你，但是从喜欢到爱是要经历很多事情磨合，然后我觉得我们足够合适的话，我就才开始确定我是爱你的。但这个爱如果一旦开始，我就不会结束，所以有可能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没有重视他的感情需求，而是他可能对你的感情仅仅停留在喜欢那个层面，就没有到爱那边。我觉得爱上一个人之后，随着时间的变长，肯定是会爱得越来越深的，不可能说一下就不爱了。有些人可能把爱就想象成刚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激情，但是2个人在一起肯定会经历时间越来越长，经过2年、10年，甚至一辈子。激情变淡可能是一件，我认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想问一下15号，你以前有过情感经历吗？有谈过恋爱。有几段？有3段。那每次都是怎么结束的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那每次都是怎么结束的呢？都有我提的，也有对方提的。那你刚才说你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那还结束3次了。所以不愿意就是开始了就希望，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们总是愿意一段感情一直能够持续下去，但是有些时候它不是完全由我们单方面的意愿为转移的。马一凡，男嘉宾你好，这儿。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你的一段感情结束以后，你可以用多久的时间恢复到可以再接受下一段的感情到来呢？可能两个月吧。你呢？我呀，我一段感情的结束可能要2到3年吧，因为我觉得要调理好自己能去爱别人的这种能力。对，是这样。你跟前男友分手多久了？挺长时间的，对，挺久的。7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就是失恋了之后，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走出来呢？找事情做，然后也会学会一些释放自己情绪的一些东西嘛，像运动，然后从网上看到说哭也会这个缓解这个
可以释放感情，所以也会。最后一个问题，3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他既然在那天跟你说我不爱你了，你有去了解到为什么他会在谈了2年之后跟你说我不爱你了，然后跟你分手呢？我觉得可能跟女方的关系就是性格会有一点，可能不太愿意去及时的表达一些观点，会让一些问题拉得比较长。会把一些问题拉得比较长，是指说你们在相处的时候，其实有发现2个人性格上有一些摩擦，然后有遇到一些问题，但是那个女生可能会选择说冷处理或者不处理，对吗？我们相处的时候很少会发生摩擦。那你们的那个问题是会在哪边出现的？就也没有摩擦，也没有，就他是不表达吗？还是？会有这种情况。那可能那女孩心里会稍稍会有点不舒服，希望他猜准。但是呢，她可能相对来说又没有那么及时。女生可能开不了口，然后希望男生去迈一步，然后男生可能又觉得，哎呀，算了算了 ，breaking 男孩嘛。我的感觉是，其实男嘉宾在过去的这段感情当中，女嘉宾问了很多，女嘉宾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理解哈？比方说，这个女生跟你在一起好几年，最后的那2年，她已经不爱你了，但是她还在你的身边，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她的问题。比方说，她不高兴的时候，她不太会表达，她一直沉默，一直忍耐，直到不能再忍的时候离开了。我觉得这个女生她有自己的那个部分。但是呢，反过来说，你有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有可能会有的问题？有些时候你对情感的处理也许没有那么细腻，没有那么敏感，那么也有可能就他在这2年内其实一直都在忽视那个女生的感受。我觉得不管激情期还是任何的这个时期，对对方的情绪的这种及时的关注，我觉得是恋爱中2个人都必须要去做的功课。对，我会好好想一下这个问题。把现在这个障碍当成你下一步起飞的基石。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德西，他说我们做各种事情、做选择的时候有很多动机。第一个是胜任，是能力维度的，可以在你的跑酷当中能看到不断的挑战、坚持，然后获得名次，走到世界的舞台。它第2个维度是自主，在你拍建筑的时候，我看到了那种灵魂的足够的自由，就那一刻所有的就是你的。第3个是连接，是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前2件你都已经很自足了，你要好好修炼第3件事，把这一步攻克下去，你的人生会在3个维度上都非常的完满，那是非常棒的状态。再见。棒，加油！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途。有请下一位男嘉宾。3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好。我叫郑汉，今年26岁，是一位在四川出生、云南长大的重庆人。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们可以不紧张。我希望我们能陪对方去做自己无感，但是对方喜欢的事儿。19号。
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不喜欢这件事情，你会强求让我去陪你干吗？不会。其实强求起来之后，这件事情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是主动的一个愿意的过程。如果说真的不喜欢，包括有些事情确实是可能就自己打小就讨厌的事儿，那也没必要。好的。赵晴。男嘉宾你好，就是我在感情里侧重的不是我愿意为你做什么，或者你愿意为我做什么，而是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去共同开发。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能够长久有良性关系的这样一个状态。我完全认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重合的相同的爱好，比如说曾经的经历，一定是此时此刻我们俩能够聊得来的一个原因。但是长此以往，未来我们能够走得更远，一定是我们不重合的。比如说我的爱好，但并不是你的爱好。那如果我们互相之间能够去了解一些这方面，那未来我们重合的地方会越来越多，那两个人可能就会越来越默契。但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假如我和一个女孩谈恋爱，我特别喜欢听京剧，或者说我经常性的每个月去听江苏京剧院的一个演出。有几个年轻女孩听得了京剧呢？我说概率不大。她如果愿意主动陪我去听一次2、3个小时演出，偶尔一次，我可以的。长期这样的话，我会有一种于心不忍的感觉。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你问我喜欢什么样的女生。2号。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每一个女孩她都有自己特点，基本上没有重合度。另外一点呢，是我本身我自己是一个不设限的人，所以我不希望给我自己的一个理想对象先预设一个标准，而标准其实往往就是用来打破的。因为我相信大家也经常会遇到，就是你喜欢的一个人，你感觉有心动感觉，可是他可能不符合你的一个要求。比如说我身高就稍微有点矮，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喜欢180以上的男生，是不是就把我排除掉了？但是你会发现，有可能就错过了一个特别优秀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就是《非诚勿扰》的舞台上听过的满分答案。谢谢。哇哦，15号。你好，男嘉宾，我也是不太喜欢别人问我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不知道做什么回答，因为我觉得每个男生都有他们自己的优点。就比如说我原来告诉别人说我喜欢180以上的，但是后面我发现我每次找的对象都不到180，就是他身上有别的魅力吸引到我。对，因为自己内心的感受往往会跟你的标准矛盾，那这个时候我宁愿相信自己内心的感受。但是你们觉得人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问对方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或者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你觉得呢？15号。可能对我有好感吧。对呀，就像如果有女生来问他，哎，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除非是婚介中心的介绍人之外，大多数情况可能问这个话，基于一个我对你是有兴趣的，所以我想知道一下我是否符合你的标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起码我们可以从这样的问话得出一个判断，提出问题的人对我们是有兴趣、有好感的。我们只要准备好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好了。来看片子。人生没有翻不过去的浪，疾风骤雨，陡坡急弯。既然选择了方向，就任性前行。我是郑汉，一个不给自己设限的人。不擅长什么就去做什么。生性内向，我偏要尝试辩论。在辩场一来一往中，学会了自信表达，最终成为辩论队队长。在一次比赛1比31，仅我一人坚持反方。让我从曾经一个胆怯内向的人，变为了一个敢于站在台上能够应答如流，也很自信的一个人。学会了去倾听，能够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事情。海浪有起也有落，人生也有磕磕绊绊。
初入职场，2份工作，公司倒闭，行业震荡，让我2次从头开始。但我心里有一个朴素的价值观，只要努力，任何选择都会是成功的方向。不气馁，不后悔，是我坚定的信条。就确实我2次失业都是被动失业，说实话自己有点倒霉，但我其实没有气馁，我很快就收拾自己，投入到了一个新的行业。其实我相信，在生活中，只要你秉持一个不放弃的态度，不后悔的一个态度，去勇敢的去做自己的选择，而且努力的去做，那是一定会成功的。逆风翻盘，如今我成为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品牌运营负责人，物流、销售、客服等所有岗位一一体验过，没做过的事我总想尝试一下。头脑清晰，多线程处理任务才能对接各方，梳理解决繁杂工作内容。生活中我活力无限，注重生活质量，乐于尝试各种爱好。我享受羽毛球运动的酣畅激战，感受肾上腺素的分泌冲击。我还喜欢科幻经典，理性与幻想碰撞的火花让我沉迷。人间一趟，看看太阳，你会是那个和我一起走在街上，躺在星空下的他吗？你今天没白来，那边有一个陈明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来，陈明你过来，你跟他好好交流关于辩论的事儿。来，你之前打过哪些比？之前也打过，就是比较大型的，就是临潮杯奥林匹克思辨赛。你战胜了哪些世界名校？墨尔本大学，当时的话它是世界排名第2。哎，两位辩手，哎，给我们展示一段，就是辩手是怎么交流的。搞一下。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爱神讨论爱这个话题，不是因为我很懂爱，但是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所理解的爱，独一无二。那倘若有这样一个按钮，在你按下去的那一刻，你知道了对方爱你的程度，也就意味着这份爱被打上了分数。既然有分数，那就有高分和低分。那这个时候，你还有勇气去说，哎，自己的爱是独一无二的吗？你还有勇气去大声的表达说我很爱你吗？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觉得那个分准不准？我觉得那个分也挺准的，就像咱们的自推女生匹配比例一样，我觉得它是有一定依据的。你的女朋友，她想按你，你想让她按吗？你在怕什么？我会怕她今天按了之后看到我是99分，但明天按了之后她看到我是98分。但是我怕他后天不按，因为后天有可能我就是100分，因为人是波动的。所以他只要一直按就没问题了。他万一就那一天就跟我吵一架，他说你怎么今天就98分了？你是不是哪里不爱我了？你第一天他按完了，发现你按他99分，第2天变成98分了。他有没有一个契机去了解这一天发生了什么？这样是不是更有利于高效的沟通？陈明老师，其实你在想。你心动的感觉和你自己设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当这2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到底愿意相信这个分数，还是愿意我相信我的感觉，但是用它做参考。那它仅仅是做参考一个。参考是不是可以按？那，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按钮的话，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KO。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从陈明老师上去的时候，他们在说话的时候有小幅的步态移动。这个宝宝就不停的在往后一点一点的往那边，陈明就来说一句话往前动一点点。我跟你说，5个来回下去，他就会掉下去。我很想说，哎，你不要掉下去了。我想分享一下，我刚才看男嘉宾和陈明老师辩论的过程中，好像我对男嘉宾有一些我的发现。就男嘉宾刚刚说，辩论里面他是会流露感情的。我觉得你在跟他的这个观点输出的时候，我感受到有一种害怕，就是你害怕情感的波动而让对方失望。我可能会确实很担心，在情感的波动、正常波动里面，如果说被女朋友发现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可能没有做好一个好男友，那会有这种焦虑。其实本身可能说会想要做得更好一点。10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听你的辩论，觉得你很厉害，讲话也很有逻辑，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跟
另一半相处的时候，会不会也是那种，就是一定要争胜负的那样？不会，但在生活中，其实大家会经常有误解，就说你打辩论的人是不是跟女孩子吵架特别厉害？女朋友是不是吵不赢你？但其实往往我们不会吵架，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辩论，它第一件事情让你学会的是倾听和理解对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当然，如果说你愿意跟我这么聊的话，我也很开心。金阳阳，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在短片里有看到过，说你平时比较喜欢看书嘛，那我也分享给你我之前看到过的一本有味道的书，那本书呢叫《酸食志》。对，它讲的就是我们中国食酸的历史，还有像各地不同地方的酸度喜好。刚才提到那本书，有女生愿意分享一下你们最近在看的什么书吗？王子敬。你好，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我有一段时间的枕边书，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本书呢，其实当时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让我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就是文字的力量真的是太强大。我觉得它会在你无助的时候，或者说在你绝望的时候，看一看史铁生的文字，会让你觉得活下去更有力量。22号，男嘉宾你好，我会推荐一本书，叫做《7749》的一本书。比如说，它会有那个。你如何去做断舍离？其实在这个上面，我有去观察一个事物的成长，就是我有观察了一颗柠檬，它是我从17年的时候买的一颗柠檬。哇哦！对，就是这一颗柠檬，我17年的时候买的，就是留到现在。哇！它当时的话，它是一颗金黄的柠檬，然后呢，它是慢慢的会变黄、变硬，变成这个样子。就这本书，我觉得可以推荐一下。好，看下一条。4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同一个100%的女孩擦肩而过，结果连句话都没说，便径直消失在人群之中，永远永远。我的第一段感情也是这样，时机错误，结局遗憾。我们同在辩论队，她是我的学妹，优秀还在默默努力，深深吸引着我。我很喜欢她，但我不能告诉她，因为我怕我的身份会成为她的困扰。在纠结中，我选择把这份心动藏在心底，一藏就是2年。但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时告白才是最好的时机。临近毕业，因为一些契机，我们的交流开始频繁起来。早安是他，晚安也是他。这时我才发现，我们一直彼此喜欢。于是我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没想到，这一错误的时机将导致彻底错过他。刚确定关系，就面临异地和生活状态错位，别说是见面了。我们连沟通解决矛盾的时间都没有。我们一开始就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起了。我刚要去工作，而他才在校园里面。然而，由于我是第一段工作，其实我对于工作的生活的掌控力很低，很多东西我无法去改变。那个时候，所以慢慢的，因为沟通的少，交流的少，以至于感情最后一步一步就消失掉了。一段感情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如今我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力更强了。如果遇见一个眼里有光的女生，这一次我希望不会连句话都没说就擦身而过，直言相告会带来最好的结果。14号。男嘉宾你好，我看到你在 VCR 里说你曾经有因为身份关系的顾虑，所以没有表白。当时她是你学妹，这个有什么特殊的顾虑吗？有的啊，因为学生时代的时候的社团往往会定一个规矩，就是说不禁止你的上下级之间谈恋爱。
所以那个时候，我想我是队长，至少是这个队的领头人，那不能自己先破了这个规矩吧。所以这个时候，当时会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枷锁和困扰吧。老铁，你好，男嘉宾，我也有暗恋的经历，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我暗恋我们学校有个学弟，然后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很直接的那种，我直接就给他写信告白了。哦，我说我喜欢你，你踢足球的样子好帅啊。结果人家学弟把我拒绝了，他也回了我一封信，他说对不起，我们的教学楼离得太远了。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找你一次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我们不合适。你们2栋教学楼之间要打车吗？24号，你好，男嘉宾。你好。可能你以前是一个就是还算比较墨守成规的这样的一个人嘛？那你现在对于感情的话，你有没有什么顾虑啊？比如说像异地呀，或者是年龄差呀？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非诚勿扰，现在继续。那你现在对于感情的话，你有没有什么顾虑啊？比如说像异地呀，或者是年龄差呀？其实就像我最开始说的一样，我是现在已经是一个不给自己设限的人了，所以我对于年龄包括地方没有任何的限制。但是呢，异地这个问题确实是每段恋情里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我觉得异地阻碍了我们的恋情，是因为确实第一段工作我对于生活的掌控力太弱。这个掌控力其实客观原因，无论是金钱还是说刚进入工作的时候的那种压力，但我觉得现在我已经游刃有余了。最后一个问题，1号。你好，男嘉宾。刚才看到第2段 VCR， 你可能是因为事业的原因跟对象分手了，是吗？对。那我想问，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事业和感情，你会怎么去平衡2者之间的关系呢？两个，它并不是一个非要选谁，它无非就是看你生活中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像我现在面临升职期间，那这个时候工作压力可能会大一点。我可能会更多的精力会倾向于工作，但如果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又会把更多的精力倾向于他。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精力足够，或者你的能力强大，这也是我坚信的一点。就我足够好的时候的话，那这个选择并不是那么难。我的感觉是，他的所有的说话的方式都让人感觉到他在打比赛，就是他都是在用理性、用一个逻辑在回答。就我们现在不是在比赛，我们是在谈感情，是在分享感受。辩论本质上是理性的争斗，但是理性的厚重了呢，人性就会退位。还有一点呢，辩论是预设身份的语言游戏，所以它确实需要时间，它得慢慢来。我的工作也是说话，但是我大多数时间是以听为主。卡耐基说过一句话：最受欢迎的、最好的谈话者，共同的特点都是一个：倾听。你只有听好了，你才能找到下面要说什么，而不是说首先想我要表达什么，我如何表达。如果所有的点都在于我想说什么，我的观点是什么，我怎么说的更好，这个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来，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非老师好，两位老师好。我叫张昭，来自湖北武汉。来选你的心动女生。
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女嘉宾和我一起玩一下当下的热梗。郑琦，男嘉宾可以跟你一起跳 Flower 吗？哦，可以，来啊！我不会跳，但是女嘉宾可以教一下我，然后我可以跟着你跳。还是留着香，钻进了心呀。仅残留一缕自我的想法。现在爱随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还是留着香，钻进了心呀。呵。男嘉宾前半段是洗手，后半段是开锁。谢谢。我想问一下，你学废了没有呢？学废了。好的。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参与家务劳动。金阳阳，哎，男嘉宾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不希望对方参与家务劳动是所有都不用参与吗？然后他干了一点，你还要跟他急的那种吗？急倒不会急，但是他所有的家务劳动都可以不用参与。哦，我觉得你很好，谢谢。不谢。老铁，你好，男嘉宾，那我喜欢倒垃圾，你能把这个活儿让给我吗？你要是想做的话，还是可以的。两个人打起来了，在门口，我倒，然后打起来了，16号。男嘉宾你好。你好。你不希望对方参与家务活，是因为你很爱做家务吗？还是就无条件的宠女友？是因为这样子的。小时候跟妈妈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嘛，那时候我记忆中的母亲的手就很柔，摸起来很舒服。但是当我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发现我妈妈的手已经开始有皲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立下决心，我说以后不让女生去做家务，更多的家务活让我去做，这样的话女生就漂漂亮亮就可以了。哇哦！作为一个年轻人，看到妈妈的手那样了，心疼，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有孝心的孩子。我觉得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跟你爸谈一谈。对呀。对，确实，我回去就要跟爸爸说一下。然后就是因为我自己是退伍兵，之前在部队里面，他那个卫生标准都很高的，所以说基本上自己的家务我会做得更加干净，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环境。好的，来看帖子。Vintage 古着多指上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生产保存良好的精品服饰。我叫张昭，是一家古着店的店长。店里的物品不多，但很多都是孤品，每一件也都有它自己的故事。你不仅仅是来买服饰的面料和做工，你买的还是时光的沉淀。经营古着店其实是不会反感顾客问一些单品的来历，反而会喜欢和这些顾客去交流。无论能否接受古着文化，我都会和他们分享单品背后的故事。常常有人开玩笑说，时尚是一个圈，总会回到曾经的某一个点，这并非毫无道理。就像古着文化也在慢慢被大家接受。我的时尚不只停留在古着服饰上，它还可以再久远一点。我还是一名汉服爱好者，最早接触汉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被朋友拉去一场汉服活动。穿上汉服的那一刻，我便被深深的吸引。我会耐心的去解答一些对汉服感兴趣的提问，
也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去发一些汉服照片，宣传汉服文化。我习惯用文字去记录生活。当兵时，每个月都给自己写总结信，也会给来自天南地北的顾客写明信片，就像多年的老友一样，以信会友，见字如晤。我也会把理想的另一半写进信里，我给她取名叫王美丽。断断续续已经写了100多封，将来遇见她时，我想都送给她，让她了解我过去的点点滴滴。在来《非诚勿扰》节目之前，我就在武汉写下一封明信片，希望今天这位王美丽小姐能按时查收。王美丽这个名字是谁想的？这是我自己想的啊，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漂漂亮亮、美美丽丽的，然后姓的话就随便取了一个名字，因为我张王你是那个，然后就取了王美丽。哦，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在影视作品里边，只要出现王美丽这个名字，大约年龄应该在37、8岁往上。真的吗？那不叫小美吗？哎，小美，对了，小美和大壮一般都是年轻的。王小美，可以，没问题。哎，对，21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我姓王，我的外号叫美丽。真的吗？我的天！希望今天王美丽小姐能按时查收。我姓王，我的外号叫美丽。因为我小时候又黑又丑，我妈给我起外号小美丽，让我长大就是能变得漂亮一点。没有，你现在很漂亮，很漂亮的。谢谢。我遇到了你的人生的王美丽，今天。你再看看她，你能看出她小时候长什么样吗？小时候肯定也漂亮。不，我小时候很丑，跟男孩一样。你就不要犟了，她都说她丑了。好，那你小时候丑。你也是喜欢写点东西的。对，我很喜欢写东西。其实从武汉到南京，知道自己参加《非诚勿扰》，我自己也是写了一封给王美丽的信的，给大家去念一下吧。我的天！亲爱的王美丽，亲爱的王美丽，见字如晤，展信书言。最近的你还好吗？我很好。偷偷告诉你，这次我将登上《非诚勿扰》的舞台来寻找你。我并不知道你是否也在这里，但是我的内心却无比渴求你的出现，因为武汉的夏天是美丽的。我想在这夏天的日子里，带你去汉口江滩，带你去水塔街，带你去东湖绿道。我想和你做许多的事情，可是我身边缺少的也是你。但是我知道，王美丽你肯定会出现的。而我也希望，当你真正的出现的那一刻，王美丽这个名字也将有了新的意义。它叫你的名字。为你唱这首歌，用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生日你快乐。我喜欢中间那一句啊，武汉的夏天是美丽的，双关。世间一切美丽的都是你的。来，21号。我觉得很浪漫，有点不好意思。她已经带入我是女主了，完全带入了。你住在哪个城市？我河北沧州。离得挺近的，离得挺近的。哇！你去过沧州吗？我自己有一个家在河北石家庄。什么叫你有一个家在？就是不是，就是我自己，就是我亲戚家在那边，然后买了房子。你就说亲戚家嘛。是的。我有一个家在那边，亲戚在那边嘛，你不要乱说话。我知道。19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
我对古着比较感兴趣，但是我是新手，如果想入手一件古着，你有什么建议？第一个就是古着基本上它是独一无二的，基本上属于是孤品。然后第二个，它有很多就是有些他们是剪标的，就是大家看到没有标签的，就大家不要去买。哦，是不是还要考察一下这些店的信用，到底是刚开的还是开了5年以上的？对对，这个对吧还是很关键的。哎，那你怎么又突然爱上汉服这个事情了呢？啊，汉服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个事情，是我有一次我在武汉欢乐谷那边，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跑过来说：“哎，小伙子，你长得还不错，要不试一下汉服吧？”试了之后发现他觉得我的上妆效果特别好嘛，就有那种翩翩公子的感觉。哎呦，对于汉服，我就是始于颜值，然后忠于它的品味。你别说，他穿上这个确实比这样好看一些。你为什么没有考虑穿成这样来呢？我也想穿，万一没牵手成功，自己下去就一个孤零零的，不太好。男嘉宾首先很上镜，其次你也很适合古装扮相，是吧？因为你的发型被帽子一盖上去就好多了。刚长长一点点是有点不好意思。这有什么关系啊？没头发有时候也挺好的呀。15号。男嘉宾你好，我感觉你是个非常浪漫的人。比如说喜欢古着，也是因为喜欢它背后的有一些故事；包括你喜欢汉服，也是因为它有一些文化底蕴在的。我跟你还是有点相似的。挺好的，挺好的，我也喜欢这种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好，看下一条。你在爱情里面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吗？是我爱你，还是我想你？而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我的第一段感情，女生习惯性的把分手作为你爱不爱我的测试题，哪怕是一点小事，也会用分手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刚刚堵车了，不好意思。你就是不关心我，我们分手吧。最开始我能感受到他只是在闹情绪，而不是在分手，就会一个劲的去哄他，让他消气。可后来几乎每个月，分手这事比闹钟还准时，月月都要提一次，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每次收尾都是我低头去哄他，我也跟他讲过，我说不要经常提分手。终于在他第8次提出分手的时候，气头上的我也回复了一句：“那就分手吧。”让我放弃了这段总是被测试的感情。就是我觉得频繁的分手这些东西，就是会消耗我们在爱情里面的感情，以及我对爱情的憧憬。第2段感情的女生，她对我一见钟情，会主动约我吃饭，找我聊天。在逐渐的交流和接触中，我喜欢上了她。跟她告白的时候，我写了一封表白信，偷偷的藏在了她的包里。等她回去看到了信，给我打电话，我故意装作不知道，2个人都心照不宣。也是在这封表白信之后，我们确定了恋人关系。但热恋期仅仅维持了2个星期，她开始莫名其妙的冷落我。开始我还换位思考，但久而久之，我的热情只换来她的冷漠。思前想后，就向她提出了分手。出乎意料的，她没有任何异议，马上就接受了。后面才得知嘛，就是他跟我恋爱，其实跟他前任刚分手不久。他和他前任有没有和好，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是他这种断崖式的冷漠，会让我真的天天胡思乱想。这段感情也让我决定，不会再匆匆忙忙的开展一段感情，彼此起码都要有3个月的恋爱空窗期。现在的我不想只做别人的爱情陪跑，我想要的是一段可以跨越时间的爱情长跑。金阳阳，男嘉宾你好，你好我也是一样，跟你在短片里说的一样，我不能接受就是另一半频繁的提分手。我是觉得，如果频繁的提分手的这样的一个男性，就不可能在我择偶的标准里。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男生，成年男性频繁提分手，会让我觉得他特别的情绪不稳定，而且很幼稚。
对，我觉得像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大家都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对，我非常认可您的看法。郑琦，男嘉宾你好。你好。但其实不是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情绪稳定的。那你接下来的感情生活中，你会希望说对方在情绪不稳定，或者你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会希望是什么样的形式去处理呢？像我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话，我第一课还是先去哄嘛。如果自己遇到这些问题，我肯定就会自己把自己心态给理正，不能把自己的坏脾气带到彼此的感情关系之中。4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我其实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我是大学的时候谈第一段男朋友，那个时候我就是你刚刚第一段恋爱的那个女主角，一点点小事情我就会轻易的提出分手，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女生情绪不稳定的表现。然后每一次她都会挽留我，久而久之，就像你刚刚说的，她终于提了，好吧，我们分手。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其实是很难受的。经过了那一次恋爱之后，现在的我更加的懂得了珍惜，更加的学会了主动，更加的不会去轻易的拉黑删除一个人。对，然后我们也学会这种互相换位思考，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对，女生也不必为自己出现过这样的事情而羞耻，我觉得这可能是成长的必经的那个阶段。最后一个问题，14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过，喜欢你的女生跟你告白的时候，你是怎样做回应的？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喜欢的女生对我主动告白过。哇！王美丽爆灯了。我一看到爆灯，我的本能的第一秒的反应是，会不会是21号？等我回头一看是21号的时候，我鸡皮疙瘩扯的全是。来，21号说爆灯的原因。我觉得你很疼爱你的妈妈，我觉得你以后肯定会更疼爱你的老婆。哎，这个逻辑，逻辑正确吧？是他前面那句话，他前面很切切的说，我还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我喜欢的女孩跟我告白。如果对面有一个真的对他有好感的女生，会很心疼的，那下会被戳一下。就是这么好的男生，为什么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刻？我再补充一下，台上爆灯的场面我看的太多了，我为什么会有强烈的这种生理性的反应？我们来看大屏，心动女生是哪一个？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我们来看大屏，心动女生是哪一个？哇！我的妈呀！因为我记得他选心动女生，我大概看了一下，21号是那个方向。然后他说到那封信的，说到王美丽的时候，21号开始发言说，我小名就叫王美丽的时候，我就惊呆了。但是没想到走着走着走着，砰，那边爆灯了。哇，也是王美丽。哇！现在留灯的是21号、22号，有请21号、22号。心动不用看了，已经在台上了。来，直接看直推。好，张昭的直推女生是，
金阳阳。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男生阳光俊朗，脾气好，喜欢运动，做事有条理有规划，感情中念旧，重情义，不喜冲突，会给予伴侣细腻体贴、无微不至的照顾。女生时尚自信，小众有品，感情中看重精神交流，向往心有灵犀的爱情。两个人都努力有品味，女生踏实上进，男生包容内秀，是在一起心有灵犀的甜蜜恋人，供两位参考。来看3个女生的基本资料。22号，前提条件开心果，如果吵架了，开心果。2，感觉自己能应对任何尴尬冷场的局面，跟年龄跨度较大的朋友们也能相谈甚欢，是朋友中的开心果。11号，金阳阳，这样的我沉迷文字，柔中带刚。沉迷文字。10年书龄的小书迷，最高纪录曾经3个月不出门，没有娱乐活动，只看小说。哇，文学爱好者。所以匹配了他们。王美丽，我的仔仔，我最看重的，喜欢的类型。喜欢的类型。永远喜欢简单又真诚的人，在感情上从来不和差点意思的人周旋。哇，对上了，简单又真诚，说的就是你了。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你们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最浪漫的情感？22号。对我来说，最浪漫的可能就是，休息的时间和自己爱的人只窝在家里，就是干自己想干的事情。金阳阳，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就是相濡以沫，然后就是对方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然后会慢慢就陪着我的那种感觉。王美丽。我觉得最浪漫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一起回家吃饭，一起回家吃饭。哇！其实我也有自己的一句话，就叫乍见之欢，久处不厌。乍见之欢就是说，我们第一眼就相识来就很投缘。我们相识相知之后，慢慢的还是能柴米油盐酱醋，然后一起去生活，去共同成长。我觉得这也是最浪漫的事情。就像刚才王美丽说的，说一起回家吃饭。稍微迟疑了一下。王美丽。爆灯的女生来。你很爱你的妈妈，你能这么爱你的妈妈，将来肯定会更爱你的妻子。所以你愿意让我做你的王美丽吗？你愿意让我做你的王美丽吗？愿意，愿意。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生日快乐。为你解冻冰河，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王美丽，你肯定会出现的。你愿意让我做你的王美丽吗？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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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再见。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
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